前段时间网上有这样一个话题：过去的3年让你明白了什么道理？有人总结了以下4点：一，你得有套房，要不然隔离的时候连待的地方都没有。2，你得有存款，失业了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。3，躺在家里没有想象中舒服，因为没有收入你会焦虑无比。4，社会越发展，黑天鹅事件越多，你要有对抗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。其实说到底就是4个字，你得有钱。钱不仅能够带来尊严、体面，更是一个人的行走于世的底气。人生后半场，要想在金钱上自足，那么赚钱要狠，花钱要省，存钱要稳。我的一位亲戚，几年前在一家公司做高管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好景不长，行业衰退，亲戚所在的公司也濒临倒闭。失业后，他找不到同等职位的工作，又不肯自降身段，索性就在家待了几个月。期间，有位 HR 朋友向他抛出了橄榄枝，请他去给一家公司老总做助理。他犹犹豫豫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拒绝了。他一想到自己年纪不小了，还要给别人端茶送水，受人家使唤，觉得自尊心受不了。不久后，他家里出了桩急事，需要一大笔钱。再回头想去找那个 HR 朋友帮忙，可人家公司早已经没有适合他的职位了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有钱赚的时候抹不开面子，想低头赚钱却已经没有了机会。想起电视剧《还是夫妻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，从事金融行业的唐建中年失业，不得不去给曾经的下属打下手。他苦着一张脸，两手一拍地问朋友：过去我是人家上司，现在我是他下属，你说我这自尊心往哪搁？朋友回答：自尊心是脸皮，赚钱可关系到肚皮，你想想哪个更重要？是啊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放下身段赚钱并不丢人，为了面子固步自封才是真可笑。能够维持生活温饱的，从来不是虚无的脸面，而是倾尽全力的付出。万达刚刚起步的时候，王健林有次急需一笔贷款渡过难关。在所有手续全齐全的情况下，他跑了很多家银行，却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。王健林只能厚着脸皮找到某银行行长进行贷款，但前前后后求了50多次，都徒劳无功。多年后，王健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站在走廊里面，这种感觉，这种耻辱，觉得太卑贱了。但是为了谋生，他还是不得不咬牙忍受了下来。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说：你知道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吗？是豁出去的决心。携程董事长梁建章为了拉动公司发展，多地进行直播，10次有9次都在进行 cosplay。已经60岁的俞敏洪为了挽救新东方的前程，转行卖起了农副产品。苏宁副总裁为了促进公司业绩，在朋友圈叫卖价值29.9元的内裤。成年人的世界哪有什么自尊与高贵？狠得下心，扯得下脸面，才能扛得起责任，担得起辉煌。你拼命赚钱的样子才是真正的了不起。告诉你，赚钱狠的人都有一个特点：人生在世，总要有一定的野心，想要成大事，赚大钱，名利双收，能让自己和家人都过上好日子。可老话说得好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一个人未来能干成什么事，走向什么样的人生轨迹，往往跟其性格有关。能成大事、赚大钱的狠人，多半要具备3个特质：一、有野心，能折腾。塔木德中曾经提到，没有目标就成不了气候。一个人若想成事，首先就是要有野心，有远大的目标，这样才能有动力去做。在当今社会，有适当的野心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它能刺激你找到前进的方向，并且为了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折腾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这份魄力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。古往今来，那些拿下帝王之位，闯出一番天地的伟人，无一不有野心，正是对成功的欲望，对胜利的渴望，驱动着他们攫取更多的资源，然后在一次次实战中拿到成功的钥匙。然而，野心并不代表着贪婪，
始终记住过犹不及的道理。如果要的东西太多，用不当的手段夺取不属于你的资源，往往你失去的也就会越多。2. 情商高，会拉拢人心。孟子《离楼上》中写道：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人心者得天下。在当今社会中，若想能闯出成就，那么人脉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观察现实也能发现，很多人都不是靠着单打独斗就能成功的，更多的是你来我往，互相得益，壮大市场，进而谋求更长远的发展。要想如此，情商就得高，懂得攻心术，用言行去拉拢对方，哄得对方开心，然后适当的让利，实现双方共赢，这样别人自然愿意出手相助。3. 不断学习，懂得变通。古人云：活到老，学到老。这份精神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，尤其是想成大事、有理想和抱负的人。因为这个社会瞬息万变，若想不被时代淘汰，就得不停地学习新东西，汲取新知识，让自己更新换代。一旦固化了思维模式，就会被时代的浪潮卷走，最终沦为小虾米，被大鱼分食。举个例子，现实中有很多过去的龙头企业盘踞一方，做到了行业标杆，让人望尘莫及。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他们没能及时革新技术。新兴的企业抓住时代的浪潮，不断地升级自己的产品，结果最后成了新的霸主，吞并了市场。商场就是如此残酷，讲究一个成王败寇，你如果不懂变通，就会被新时代淘汰。很多赚钱的秘密，富人是不会告诉穷人的。这些秘密，富人不说，穷人永远不知道。所以，富人越来越富，穷人越来越穷。绝大多数人都高估了自己1年能做的事情，却往往低估了自己10年能做到的成就。赚钱不在于你有多少个好想法，而在于你是否把这些想法执行到位。互联网上的赚钱项目很多，有的人天天在研究这些项目，却一直没有执行；有的是执行了，却没坚持多长时间，看到新项目出来，又搞新项目去了。其实，哪怕就死磕一个项目，把这个项目做到极致，最终也一定是能赚到钱的。赚钱不是过程，而是解决问题后顺带的结果。富人是替别人解决问题，然后收钱，而穷人一直没有想清楚自己能做什么，能解决什么问题。一门心思想着赚钱的，结果大概率是赚不到钱的，很容易就被割韭菜了。赚钱不是一直在学习，而是要边实践边学习。只有穷人才天天学习，买各种书，参加各种社群，报各种课程，学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。而有钱人不会花大量时间去学习理论，重实践，自己搞不定的东西，去购买别人的时间去实现即可。库克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曾说 You can never be ready， 你永远都准备不好的，因为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不断得到完善。赚钱不需要学习太多，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，先干起来，在干的过程中，你才会遇到各种问题。你不干的话，问题只存在于你的脑子中，自嗨没有啥实际用处，只会让你内耗。在实践的过程中，遇到问题了，就想办法解决问题，问题解决了，钱也就赚到了。有钱人很早就找到了自己长期想做的事业，然后全身心投入进去。而穷人一辈子都在委屈自己，做着不喜欢的工作，整天把迷茫挂在嘴边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有钱人都会主动争取。资源是有限的，财富其实是掠夺来的。如果你不主动，不掠夺，那别人就会把资源抢走。而穷人胆子太小，做事情总是瞻前顾后，总是想再等等，等到完美的时刻再行动，但此时可能机会已经没有了。现实很残酷，穷人如果能早点知道这些道理，就不会走太多弯路，这辈子也不会只当一个穷人。当你不再在意那些外界对你的眼光，你不再在意自己内心当中这些虚荣虚假的想法，
聚焦你的全部精力和能量，只做对你最有价值的事情，专攻一件事要害的时候，只聚焦去做你最擅长的事情，你最有把握的事情，你做起来最轻松的事情。无论这件事情是什么，都能让你迅速突破自己的瓶颈，都能让你赚到钱。昨天直播间分享了赚钱的底层逻辑，这个故事我看过很多遍，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听过。关于赚钱这件事，赚钱最难的不是1到1万，而是从0到1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假设赚钱的宝藏在一栋大楼里，里面有无数个门，但是能让你赚到钱的只有其中一个才能打开财富的通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怎么找到那个门，让自己打破从0到1的僵局？最笨的策略是一层一层挨个开过去，那这对于不同人的时间成本就不一样了，可能3个月，可能半年，可能1年，甚至一辈子。为什么有些人的成本会是一辈子呢？因为他可能去1、2个楼层开了几10个门都没有，那么他就放弃了。运气好的人，可能刚好他去的就是有财富通道门的那一层，他的成本可能就是1到3个月。用最笨的办法，每个门挨个过去，最后也能找到，但是时间成本可能就是1年或者3到5年。但对于多数人来说，运气没有那么好，我们就要思考这3到5年的时间成本值不值得。如果你不缺钱，不着急赚钱，那无所谓，就当捉迷藏。如果你缺钱，想赚钱，那么就要思考怎么做性价比更高。但是这个期间，不要高估了自己的耐性，因为多数人的时间成本是一辈子，他只能赚到打工的那部分确定性的钱。接下来我们就主要讨论怎么做到性价比高的，找到那个有财富通道的门。第一种，自己去找，上面讲的最笨的策略。第二种，花钱请人找，但是不确定性有很多，万一这些人找到了不告诉你，或者压根没认真去找。第三种，找那个已经找到的人，问他的房门号是多少，这个就是花钱吗？人家直接给你，那就可以直接开始赚钱了。交学费学习是自我成长最快的一种方式，你人生的学费迟早要交，不是交给老师，就是交给市场，交给时间，交给经验教训。今天你之所以还没交或者舍不得交，是因为社会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，痛苦还不够。人因为痛苦而改变，当你受够了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觉醒了。其实我的成长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承受的痛苦，导致自己患得患失，很多人很多事情都割舍了。我是一个特别自尊心强的人，而且自己以前混得也不差，学习成绩也非常好，所以不想请求别人，也不想找别人倾诉。所以在你的人生旅途中，你是需要一个老师，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需要一个良师益友。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一样，一个人这一辈子会交2笔学费，一笔交给社会，一笔交给老师。因为你经验不足，智谋不够，没有人引路，一笔亏下去陷入谷底，这笔钱就交给了社会，买了一堆失败的经验和沮丧。如果你有眼光，够聪明，直接将学费交给老师，有人引领你一路前行，避免了很多弯路，成功的速度就自然加快，而且变得很容易。所以你离成功仅仅就差一个教练。所以我也在说，付费学习是你成长最快的一种方式。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下，想要赚到钱，手中有存款，单靠努力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学会这5招。1. 消费足够少，挣钱靠本事，花钱看心情。虽然家庭的整体收入在增加，但还是面临着钱不够花的现状。夫妻2人收入加起来1万多元，除去日常的生活开支，还完房贷，剩下的钱就在不知不觉中花没了。今天买一身衣裳，明天买一套化妆品，遇到周末休息，再出去吃喝玩乐，手中的钱很快就花完了。挣得再多，如果在消费方面无节制，也等于为零。想要搞钱，首先得留住钱，不要让手中的钱流入别人的口袋，那就得把握消费的度。一味地控制消费欲望，只会在某个不经意间进入反弹式消费。想要真正的做到消费有度，
就要减少购买，减少消费频率，把自己从消费的事上转移出来。2. 欲望足够的小，人的欲望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，欲望不受控制，想要的太多，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。唯有放眼当下，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的生活中，才能把目标集中于一点。想要买房，那就存首付款；想要出去旅游，那就存够一笔旅游金；想要自己变得优秀，那就提高专业能力；想要自己变得豁达，那就提升自我修养。我们要学会做欲望的主人，降低期望，减少欲望，把内心的每一个小小的欲望转变为一个小小的目标，在目标驱使下，把想法变为现实。3. 时间足够多。中年人的烦恼，除了是年龄带来的，还有家庭琐碎以及时间的分配管理。每天追赶着时间过，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。晚上睡不着，早上起不来，一早上的鸡飞狗跳之后，匆匆忙忙地出了门，白天忙工作，晚上忙家务，还想要有自己独处的时间。下班后吃饭、洗澡、洗衣服，这3个事占据了大量的时间，再加上辅导孩子作业，那时间就更加不够用了。开始对当下的生活做出调整，之所以会陷入时间不够用的状态，那是因为事事拖拉，没有合理的时间安排所造成的。下班回家，先辅导孩子完成作业，再缩短吃饭洗漱的时间，每天保证9点去房间睡觉，早上也能早一点起来。保证自己拥有的时间足够多，做时间的富人，才有精力把时间花在有价值的事上，摆脱被无关紧要的事纠缠。4. 耐心足够久。做什么事都是3分钟热度，刚开始时信心满满，过程很枯燥无聊，就想着要放弃，到最后是什么事也没做好。我发现成功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特质，那就是拥有足够多的耐心，喜欢钻研，遇到有挑战的事，喜欢迎难而上，不轻易放弃。无论是工作的事，还是自我的学习成长，又或是养育孩子，都要有足够多的耐心，下定决心要做的事，就力争把事做好，遇到困难就要冷静思考，想出解决办法。拥有足够多的耐心，才能在执行一件事的过程中看到希望，进步一点，那就努力让进步更大一点。5. 心态足够稳。都说中年人的生活好难，可就是在这百难万难的生活里看到了希望，下定决心要把日子过舒心踏实。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步调，有些家庭收入高，存钱快，有些家庭搞投资，来钱快，还有些家庭有背景，不愁钱花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钱是家庭的经济来源，没有很多的钱，那也不要悲观生活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钱要一笔一笔挣，只要我们还在挣钱，就有希望挣到更多钱。遇事不要慌，没钱不发愁，老百姓的日子就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，我们的日子也会。搞钱的路上，我们要越挫越勇，因为有共同的奋斗目标，一致的生活追求，坚信明天会比今天好。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人人都希望能赚大钱，过上好日子。然而每个人的财运都是不同的，那些真正能赚大钱的狠人往往具备10个特征，普通人再努力可能也难达到跟他们同样的水平。1. 能赚大钱的狠人往往钝感力比较强，他们做事比较干脆利落，瞄准了目标就开始，不太会把精力都浪费在别人的眼光上，所以这样就能避免情绪内耗，获得更多的机会。2. 能赚大钱的狠人往往能屈能伸，他们懂得察言观色，会拿捏人心，在目的未达成以前能隐忍，不抱怨命运不公，默默地提升实力，等到功成名就时又能不卑不亢，给别人一条生路，让对方心怀感恩。3. 强者能成功往往是更多的关注自身，关注当下和未来，不操心别人的闲事，不在背后随便议论他人的私生活，把时间和精力都留给自己。4. 真正的强者往往喜欢把命运掌控在自己的身上，他们不会高估任何一段关系，避免感情用事耽误了个人的提升。明白所谓的安全感其实需要自己给自己，如果把期待放在他人身上，往往容易落空。5.
强者多半都是情绪管理大师，他们即使内心早已波涛汹涌，但外表依旧不动声色，让人看不出喜怒。这样的人往往会给人以信任、威严之感，别人不敢轻易去侵犯你的权益。6. 能挣大钱的人往往有坚定的目标，而且是时间管理大师，可以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高效完成自己的任务，避免在无用的事情上浪费，让钱追着自己跑。7. 能赚大钱的人通常喜欢冒险，遇到机会了就能勇敢地尝试，不畏惧失败。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不达目的不放弃的意志，让他不断地尝试，并且抓住成功的尾巴。8. 拥有富人思维的人往往很擅长逆转思维，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不被暂时的困难吓住，也不让自己钻牛角尖，陷入僵局的时候及时调整方向，多方面发展，拓展赚钱的渠道。9. 保持谦虚的态度，在自己的赛道上深耕，苦心钻研，终身学习。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有助于让他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，不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，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10. 这个时代虽然竞争压力大，但机遇也同时存在。聪明的人懂得抓住机会，提升自己的行动力，说干就干，不要瞻前顾后，只有尝试了才知道是否合适。所以赚钱其实不是什么秘密，也不是什么不能告诉别人的神秘技巧，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思维方式。要记得，赚钱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财富本身，而是为了让你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，实现你的梦想。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，是否是想赚更多的钱，或者是追求其他的生活目标，关键在于你如何设定自己的心态，如何与他人相处，以及你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努力和学习。那些在财富路上走得很远的人，他们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，他们从不满足于现状，总是在寻求成长和进步。他们知道，唯有不断学习，不断挑战自己，才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保持领先。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能够激励你们去追求自己的目标，无论是财富、事业还是其他方面的成功。记住，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。走出去，大胆地追求你的梦想，成为那个在财富之路上不断前进的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